用占星术揭开事物的神秘面纱。大家好，这里是星象探世界。在这个充满未知与可能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拥有好运，期待命运之轮转向我们的身边。那么什么是好运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说运气好，一般指的是事业顺利、财运亨通、遇到贵人扶持，这是世俗意义的好运。而从玄学的角度来看，好运是一种能量状态，一种与宇宙、阴阳、五行互动的结果。它不仅仅依靠的是人的努力，也强调调和身心，顺应自然法则，通过特定的风水布局、命理调理，甚至是心灵修炼，来激发自身潜在的福报。本期视频我会把多年积累的咨询感悟分享给大家，我们将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探讨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制造出属于我们的人生好运。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和行为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我们的每一次选择和行动都可能改变未来的概率，从而让看似随机的好运或厄运逐渐显现出来。换句话说，运气既有偶然性，也并非完全无法掌控。它与我们的心态、行为和环境密切相关。命运并非全然注定，而是可以在科学和努力的交汇点上被我们引导。接下去我们就来深入研究一下好运的运作机制。我们仔细观察人的运势，是可以看到运势有一定时间线的。总结来说，分为长期运势和短期运势。占星中有10几种推运方式，都有长期运势和短期运势之分。比如行运里面，外行星像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都可以代表是长期运势，土星、木星可以代表中期运势，内行星比如像金星、火星、水星等可以代表短期运势。同理，次线盘可以代表长期运势，三线盘可以代表中短期运势。还有像法达星线，我们也可以看到落在某个行星的大运，同样有小运之分。这两种运气的微妙关系，揭示了随机性和必然性如何共同构成我们的人生轨迹。首先，在谈论好运之前，我们要了解一个事实，就是好运是概率，而非因果。运气其实更像是一种概率分布，好运有可能被选择、被触发，也有可能会错过。因此是很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的结果，而非一条简单的线性的因果链。所以不存在不做努力、不做选择就一定会发生某个事件。这种宿命论是一种常见的占星学的偏见和误区。如果发生，那它就是一种概率，而并非必然性。就因为它是一种概率，那就有概率不发生，或者中间参与的因素有所变化。这就类似于荣格提出的共识性原理，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在某个时刻却意外地汇聚在一起，形成一种神秘的联系。那如果不了解荣格共识性原理的朋友，可以看我另一期介绍荣格中占星相关理论的视频，我会把视频链接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里。那么短期来看，生活中的好运充满了随机性，它可能是某个突如其来的机会，一个意外的财富，也可能是偶然间的一个小成功。这些都像微积分里面的微分，代表着局部瞬时的变化，往往难以预测，也不具备持久性。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运势却更像是经过无数次微小选择累积而成的积分的效果。所以每个瞬间的运气变化就像是微分，虽然能够体现出局部状况，但是只有把所有这些微小变化累积起来的积分，才能够展现出整个过程的趋势和全貌。即使是最小的事物，比如像一粒沙子，也蕴含着整个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构成了我们最终长期成就和整体运势。所以占星学里面的大运和小运，正是类似微积分的生动写照。小运代表的是短期内的星象波动，它可能让我们一时横财滚滚，但是这种好运不能当作是人生的常态。而大运则是长期积累形成的趋势，体现了流年运势和本命盘之间的深层交互。时间越长，单次偶然事件的影响就越容易被长期趋势所覆盖。所以真正决定命运的是那种经过长期结构性优化和积累形成的稳定好运体质。
这就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并且利用自己的优势，通过星盘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同时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和整个社会环境的各种联系。运气呢，可以看作是个体在随机过程中的主观体验，随机性就是这种秩序中的不确定因素。那秩序呢，正是我们在这片混沌中努力构建出来的模式和可预测的结构。只有深入理解这三者之间深层的联系，我们才能够透彻地把握个人经历的本质，在充满变数的世界中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和长远规划。好运的本质并非偶然的降临，而是运势、选择、准备、心态四大要素互相交互的结果。那这里需要引申一个概念，就是大数定律。我们的人生呢，就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概率游戏，里面隐藏着一条掌控命运的终极法则，就是我们把这个时间线拉得足够远，看似所有偶然的机遇，最后都会在大数定律下显现出某种必然的轨迹。就像是赌场永操胜券的秘诀，我们追求的不只是单局必胜的奇迹，而是在海量重复对赌中，让概率优势在时间的洪流中自动兑现。抛硬币，抛一次它是悬念，抛100万次，它必然趋势就会接近正反各半。那同理，一些技能练习100个小时可能毫无长进，但是持续1万个小时就会由量变引发质变。所以那些改变命运的高手都明白这个道理，与其等待天降鸿运，不如把自己活成概率优化系统，持续的迭代行为策略，就像精益创业那样，通过快速试错校准方向，在千万次重复中把1%的成功率优化到10%、50%，直到把偶然锻造成必然。这个正是星盘启示的深层逻辑。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密码其实就是一张等待被高频触发的概率地图。当我们日复一日的强化正向行为，就像在人生对赌局中不断的加注优势筹码，最终在某个临界点迎来命运的质变。所以真正的聪明人是从不会为小概率事件患得患失的，他们反而会像赌场的庄家那般从容布局。比如像每天坚持创作的人，终会等到爆款；持续精进技能的人，必然会撞见机遇；反复传递善意的心灵，最终将收获福报。我们需要记住的是，我们不需要成为赌神，只需要像数学家那般清醒，就是在时间的复利下，只要我们选择的方向是对的，那么坚持就会让幸运的天平向我们倾斜。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立刻发行属于自己的人生筹码，在掷地有声的重复中，等待大数定律为我们奏响凯歌。那运气也有一定的构成要素，比如像天赋、出生位置和随机的运气。那天赋代表的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和才华，它决定了我们在某个领域是否能够迅速发挥优势。而出生位置不仅仅指的是我们出生时所在的国家、家庭背景或者时代，它也可以广义的理解为我们所处的行业、选择的伴侣，乃至我们融入的社交圈。这些环境因素在无形中都塑造了我们获得资源和机会的基本概率，而随机运气则是纯粹由偶然性决定的因素，也就是后天的流年运势。比如像行运盘里面外行星落在我们先天命盘的位置，或者说推运盘中某个人生阶段的运势变化，它就让我们的人生充满变数。在概率论里面有个著名的叶贝斯定理，它说的是在一些已知的条件下，某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比如说早上起来一看天气，天上有云，由此来推断下雨的概率，这就是叶贝斯定理。所以叶贝斯定理揭示的就是我们人生的基础概率，基础概率往往决定了结果的起点。我们人生的基础概率就像一块底盘，决定了我们未来可能达到的高度，而这一概率大部分取决于我们所处的环境。选择一个有利自己发展的环境，相当于为自己天赋提供了一个最佳的舞台。比如像教育资源，还有就业市场、行业氛围，都会深刻影响个人能力的发挥。环境对先天命格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们身处一个雨少的地方，再多的技巧和天赋也难以补足环境的不足。所以最聪明的选择往往是换一个鱼多的场所，而不是在鱼少的地方死磕，或者去内卷钓鱼技术哪家强。
我们需要从困难中发现机遇，但也需要创造一个相对简单的环境。举例来说，在就业领域，如果我们身处一个资源丰富、机会众多的城市或者行业，我们的专业技能和天赋就会更容易被发现和利用。反之，如果停留在机会稀缺、竞争激烈的环境里面，那么即使再努力，也难以突破瓶颈。除了环境因素，随机运气的加成就像是为这条上升曲线增添了额外的动力，让偶然的幸运事件不断叠加，从而形成持续的好运效应。综合来说，好运的本质就是运势加选择加准备加心态。只有在优化了环境、发挥天赋基础上，再加上适时的随机机遇，提前做好准备，我们才能真正实现长远稳定的成功。那么了解了运气的运作机制，我们应该如何创造属于自己的好运呢？接下去我们来讲讲提升运气的方法。好运首先需要心态，也就是离不开心理建设。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星盘上凶相位不等于厄运。我们可以把星盘上的凶星、凶相位当作是特定挑战的训练场，这样我们就能够逐步调整心态，培养积极向上的内在能量。我们也需要养成好的习惯，激活幸运体质，在个人优势领域制造高频率的小胜。比如说像本命盘，木星呢是占星里面第一大吉星，那么木星的领域就有助于我们去试错，因为木星领域我们机会多，就可以去多多尝试。然后再用土星来构建安全的结构，因为土星在占星学里面象征着稳固和保守，所以木星式的重复乘以土星式的扩张，我们就会迎来命运质变的临界点。而且我们也需要去选择一个有利的环境，无论是我们所处的行业、城市、社交圈还是婚姻状态，这些都是影响基础概率的重要因素。而正确的行动就像是把握行运的窗口，也就是在个人运势周期中的高点，集中爆发我们的优势和努力，从而改变那些看似很随机的短期波动。人类在基点到来之前，注定是一种只能够寄居在时间之点上浮游的生物。有时候我们各种折腾、各种努力，其实对改变命运而言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在正确的方向下，无限小的积累和持续的努力才会带来成功。通过日常生活中小的决策和行动，一点一点积累好运。每一个微小的决策和行动虽然不足以改变整体趋势，但是通过无数次的积累，最终能够铸建起决定命运的长远优势。通过不断的观察、学习和实践，我们可以逐步优化自身条件，让偶然的幸运不断叠加，成就持久而稳定的好运。这个就是制造好运的基本逻辑。但是呢，只有这个公式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加入其他的因素。市场不断在变化，时代也日新月异，星象随之流转，这就需要我们在追求好运的过程中，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及时调整和优化选择。占星学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运势规划的方法，通过分析流年、推运、宫位还有行星能量，我们可以把握不同时间段内最佳行动策略。比如像行运木星穿过一宫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给个人发展带来相关机遇，正是展现自我、发展事业的黄金时期。这时候就很适合我们去享受木星带来的礼物，无需过度依赖他人。那么反之，当木星转到7宫的时候，就更适合寻求合作和姻缘。在这个时间段非常适合建立人际关系，因为我们会享受到积极正向的关系，吸引到生命中的贵人一起合作共赢。正是在这种变化中不断优化选择，利用星象的能量，让我们能够在短期随机性和长期必然性之间找到平衡，持续制造和巩固属于自己的好运。好运呢，也需要被感受和捕捉，因为空气里面漂浮着无数不可见的磁场信号，只有调频到特定的波段才能够捕捉到信息。我们需要有一定的灵商去捕捉这些信号。灵商这个概念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是伊恩·马歇尔夫妇在《灵商：人的终极智力》这本书里面提到的概念。灵商呢，是一种心灵智力，属于潜意识能量的范畴，提升我们对本质的捕捉能力和不可见事物的敏锐度。提升灵商的核心在于系统性的重塑心智的感知维度，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去修心，通过内观扫描思维惯性来识别盲区。
比如说，当咖啡意外晕染笔记本的时候，有人看到的是失控的愤怒，而有人会看到水墨扩散的抽象美。这就解释了为何相同行业的波动中，有的人看到的是风险，有的人发现的是蓝海。那这就不是命运的偏袒，而是认知宽带的差异。在小事上面看到一些可能性和转机，不仅有助于我们活在当下，也有利于我们在逆境中保持乐观。好运也许是来自外部命运的安排，但只能从内部被感知。灵商呢，就像是隐形的天线，将人类的感知系统接入到世界运行的底层代码中，而且微积分里面的导数概念恰如其分地揭示了这个机制。把时间切片趋近于无穷小时，事物变化的瞬间速度就会彰显成型。所以那些总能够在转折点前 0.01 秒侧身入场的幸运者，就是把分辨率调到了毫秒级，在他人尚未察觉波动的时候，已经重构出完整的机会波形图。叔本华对于天赋和天才的描述给出了一个有趣的说法：天才比起他人来说，更擅长升维思考和降维行动。所谓升维思考，指的是不仅能够击中别人无法击中的靶子，也能够看见别人无法看见的靶子。这部分就是上帝视野，而上帝视野需要灵商的共同运作。那所谓的降维行动，就是执行任务时候减少多余动作，一切都干净利落。好运呢，并非纯粹的偶然，而是我们对环境敏锐的适应和不断失败中学习积累的结果。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我们要理解社会结构、文化规范，把它们当作提升自身成功概率的重要工具。选择有利的环境，只有在好的环境中，才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天赋，在不断试错中创造出更多机遇。优秀的人不仅会遵循自然定律，更会利用大数定律和条件概率来评估风险和机会，还能够主动创造条件，通过调整策略，借助社会资源来增加未来成功的可能性。所以好运是一种内外因素交织的结果，它既要求我们理性的规划和准备，也要我们把握机遇，不断优化自己的处境。这就说明好运体质需要优秀的大局观，因为现实环境变幻莫测，各种能量交织在一起，如果能站在更高的视角观察世界，就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机遇。比如有些人始终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利用优势稳步前行，还有些人虽然不在细节上精打细算，但能够始终保持情绪稳定，尊重常识，在重大决策上不糊涂，这就是大智若愚。正因如此，即使在社会规则和外部变化不断碰撞的环境中，这样的人群也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实现持续好运的叠加效应。比如在职场发展中，选择一个和自身优势相契合的行业和岗位，哪怕外部环境很激烈，也能够利用自己的专长不断积累成功。而在生活中保持平和心态，即使在面对波动时也不轻易动摇，进而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形成好运的趋势。那在占星学的视角下，命运并非偶然降临，而是通过长期积累和能量的正向循环所造就的。就像日月星辰运行有一定周期性，我们的人生也适合遵循复利的原则。每一刻微小的努力都在不断叠加，为未来播下好运的种子。比如本命盘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福气和业力的领域。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想要获得贵人，但是不知道现实生活中谁是我们的贵人，那么不妨对每个遇到的人都有原则的友好。我们这种积极态度就会让他人对我们更友好，更有可能成为我们的贵人。最终呢，我们就会遇到真正的贵人。这种自我验证的概率逻辑，就像行星之间的引力互相作用，不断推动我们在生活中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最终实现优势的积累和机遇的放大。我们也需要在无数可能性中挑选出最佳的路径，这需要具备类似套利的眼光，把个人成就看成一系列持续重复小动作所产生的复利效应。每一个微小的努力和决策，虽然最初看起来不起眼，但是能在漫长时光中引发质的飞跃。普通人每一次坚持和每一个明智的选择，都会在星象的指引下逐渐调整我们人生的概率分布，让那些无数随机事件最终汇聚成对我们有利的命运转机。通过创建正反馈循环，加上长期主义的支持，就会带来复利的效应。
主动提升自我运势，就像行运中带来长期趋势的土星以及三王星，可以成为我们锚定复利的大方向。带来短期运势的行星，比如像金星、木星，会带来短期冲高的红利和胜率，就像在天际画出的一道美丽轨迹，把那些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好运牢牢抓在手中。那通过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可以看到好运并非偶然降临，而是建立在积极心态、良好习惯、优质环境和果断行动的基础上的长期累积。大家可以把这些理念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靠努力和规划形成的好运，不像是赌运，会在运势走弱的时候一夜回到解放前，而是做自己命运的规划师。如果一个人一直在走好运，那么他一定是做对了什么。这种幸运的背后，可能是道德、能力、远见，还有合作精神。每一次看似微小正确的选择，通过时间的累积，都会转换成决定人生轨迹的巨大力量。把这些理念融入日常生活中，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驾驭随机性，也能够在不断调整中实现长期稳定的好运。好了，本期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如果你觉得本视频对你有所启发，欢迎点赞、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我们下期再见。